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今天有一个可爱的特别来宾，酷咪。你看镜头好不好？看镜头。哦，不看了。它是 Regina 的狗，然后因为他们出去玩，所以就寄放在我这边一天。靠着哦。好，它刚一直跟我撒娇，所以我就把它抱上来。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 IKEA 的10样100元好物。那这些东西都是我就是陆续在 IKEA 购入，然后我觉得很实用，然后单价又很便宜，想要推荐给你们的。然后还会有几样我觉得比较要避开的雷物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的，首先第一样呢，就是我身后这个3层抽屉柜。这个其实我买了还蛮久了，好几年了吧。然后我在上一个租屋处的时候，其实我拍了一个小资女的小空间彩妆收纳术。那时候我就是使用这个。那如果你的彩妆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其实这个3层抽屉就还蛮适合那种空间比较小，或者是你可能要放在梳妆台旁边那种小抽屉。那如果你是譬如说办公室办公桌的话，也可以放一些文件。那因为你看到现在这个位置是我平常化妆面对的地方，所以会有点背光。然后这个抽屉呢，它有3层，然后它是那种铁架，你回来要自己组装的，但是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连我都会的那一种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这个抽屉啊，像我现在就是拿来放我平常最常用的一些彩妆们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小物，譬如说像那种常用的眼线啊、睫毛膏啊、烫睫毛器啊，或是我会拿来摆一些什么遮瑕啊、小剪刀等等，就是比较好随手取得。那我之前不是有发过一支这边新的租屋处的彩妆收纳，那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，那你一样用彩妆是不是都要一直拿一直拿？可是其实没有，我就是把我平常比较常用的一些美妆蛋啊、什么彩妆小物会放在这边，然后像第2层就是会有一些妆前乳啊什么，反正我会把我比较常用的替换到这边来，比较随手可得这样子。那这个3层铁架呢，我觉得它价格大概是400块有找，300多块，我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，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。它的这个卡榫啊，如果你时间用久了，它会有一点点往外打开，所以那个抽屉有时候会不小心会容易有一点点掉下去，所以它不能承载太重的重量，就大家使用上的时候要注意，不然我觉得它整体的性价比其实还蛮高的一样100元单品。咪，坐在那边干嘛？再来第2样呢，我现在身后就是我平常常拍片的背景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平常都是坐在椅子上拍片的，那我是对着相机跟脚架。那我坐的这个椅子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100元好物，像这个折叠椅啊，我那时候买是199，然后我这次在拍片之前查变成229，也不贵。那这个折叠椅好处是，我觉得第一个它便宜嘛，第2个就是它很轻巧，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拿来拿去的时候是很方便的。然后第3个就是它是可以折叠起来收纳，像有时候家里空间不够，可是你又需要准备比较多椅子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叠在一起，就是我觉得比较不占空间。然后甚至像 IKEA 也有推荐大家说，你地面空间不够，它有一个这个洞，你可以把它挂在墙上。那反正我也是上一个租屋处就买了，然后用的很习惯。然后到这里的时候，因为有餐桌，所以我就又多买了几个椅子，就当做餐桌椅这样子。那它的缺点有2个，一个就是它毕竟是硬的椅子，所以坐久了屁股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硬，所以就是你可以加一些椅垫啊或者什么。然后第2个就是它会有一点吵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它会这样叽叽叽的这个声音。所以就是这2个缺点，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CP 值也是非常高的一样好物。而且你没有发现我还蛮喜欢买白色的东西嘛？因为我目前这个租屋处就是装潢都是以白色系为主，然后我就觉得整体白色看起来就是很干净舒服，然后很有那种北欧的感觉。再来第3样呢，就是这个桌上镜。桌上镜是每个就是会化妆，基本上女生应该都要有一个这个桌上镜。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角度，就是我平常在化妆的这个化妆桌。然后这个桌上镜我也买了超级久的，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还蛮耐用的东西。然后你只要没摔到，基本上它就是可以继续使用。那它是有2面，一面是这样子，是正面，就是正常脸大小的，然后另外一面就是会把脸放大的。其实我蛮少用放大这一面的，所以我平常都是用这一面去画。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要挤一些痘痘、粉刺，或者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小细节的时候，才会用到放大那一面。那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价格大概是200多块吧，就是我觉得也蛮便宜的。但是我在官网上最近好像没有看到。如果你们最近有去逛 IKEA 的话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现场还有没有，因为我上一次去逛的时候还有看到。但是如果没有看到，我再找类似的替代品贴在链接资讯栏给你们参考。它就是长这样子一个台子。
接着第4样呢是这个小盆子，其实它本身是在那个盆栽区的，就是花盆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它就觉得，它是做这种有点古铜金色的，颜色很好看，因为我还蛮喜欢白色啊、木头啊、金色这种组合。然后我就说，那还可以拿来摆一些小东西，像我现在就是集合了我用过的美妆蛋，我到今天要拿去洗，所以我就把它装在里面。然后你也可以拿来当做刷具桶。其实我觉得当刷具桶还蛮方便的，因为它的口很宽，所以其实可以放还蛮多的，或者是你可以放一些小杂物，譬如说，饰品啊、配件等等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很万用的一个小桶子。我是觉得它外形很可爱，所以你这样子放在柜子上排站的时候，就是视觉上也觉得很可爱这样子。所以就是不要只逛一些收纳区，有时候那种盆栽区啊、园艺区也会逛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纳小物。再来呢，有没有感觉这是一个熟悉的穿搭影片背景？没错，就是我要分享的是这个黑色的衣架。那这个衣架呢，基本上就是我只要每一次拍穿搭影片，都会有人问我说衣架在哪里买。我拿一个起来好了。这个衣架呢，它是长这样子。然后我好像第一次认真的分享这个衣架，然后它是那种比较像是塑胶的，然后扁扁的很轻，然后它很便宜，它好像10个才59块吧。然后为什么我觉得它很实用？是因为它的设计虽然很轻巧，可是还蛮简单，是你可以这样正常挂衣服，然后它有2个小挂钩，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譬如说有一些细肩带啊，或者是一些衣服比较怕它没有办法好好的撑住的时候，里面有时候衣服不会有2条细细的那个绳子，你可以把它勾在这边固定住，所以它算是还蛮实用，但是又很便宜的一样小物。然后其实我今天会想要拍这支影片的那个灵感出发点，也是因为这衣架，因为真的是太多人问我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每次大家都会问我一些小物在哪里买，我就不如拍成一个集合影片跟你们分享。那IKEA衣架其实出了非常多款，那我目前有在用的就是这个跟白色的木头衣架。那白色木头衣架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厚的外套，或者是毛衣，或者是比较厚的衣服的话，还是要用那个白色的才会撑得起来。那这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撑太重或者是太厚的衣服，但是基本上一些衬衫啊，然后雪纺的上衣啊、大学 T， 我觉得这种都 OK。再来，让我们把镜头拉远，我要分享的是这个白色的吊衣杆，它本人就是长一个这样子么字形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很方便的是，有些人可能家里不一定有很足够的衣柜收纳空间，或者是说你有时候可能会想要有一个小的衣架，你可以随时去摆放啊，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比较常穿衣服，你可以这样子悬吊着，就不用从衣柜这样一直进出这样子拿，或者是说有时候我自己是因为我会拍片嘛，所以我会把它当做一个背景。那有些人可能家里刚好有个空的墙面，你也可以买个这个杆子去挂衣服，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拍照背景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还蛮北欧的这样风格。那这个衣架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像半年会办一次二手拍，也会拿去用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的实用度是很高的。那我觉得也会推荐给家里可能衣柜没有那么多收纳空间，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有个小衣杆可以来摆放衣服的人。顺便补充一下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它的侧面有做一个圆圆的小珠珠，然后你其实衣架有时候你看滑，它是不会掉下去的。我觉得这点还蛮贴心的，因为我有时候买东西我还蛮喜欢去注意一些小细节。虽然它的单价便宜，但是我觉得有留意到这一点还蛮贴心的。再下一样呢，是这个曾经出现在某月最爱的玻璃水瓶。那它比较特别是它是附一个龙头，所以其实有点像是饮水机的感觉。那时候其实我本来买的是那种像玻璃瓶、酒瓶状的那种倒水的，结果发现它的容量太小，没有那么实用。可是自从买了之后呢，我就会买那种大桶的水，然后把它倒进去。我喝水的频率真的变高了，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嘛，所以我就像这样倒，像饮水机这样倒水。然后它是做这种玻璃瓶的。玻璃的是那个外壳，然后你就这样把它转开来。那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不太能装热水，所以我通常就是放常温的水。那有些人家里不是会煮那种，不是煮，就是会放那种柠檬水嘛，你也可以用柠檬切片丢进去，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桶柠檬水这样子。那它本来设计这个目的是让人家野餐什么带出去，但是我现在就是会固定放在厨房旁边，然后就是逼自己喝水量要增加这样子。那除了这水瓶之外，我觉得 IKEA 有一个超级便宜的东西，就是这
这个其实是我从第一次逛 IKEA 到现在都有在卖的东西，可见它的那个销售量或是大家需求真的很高。这个以前我早期我记得看到19块就很便宜了，结果我刚刚在拍这影片前去做功课，它现在好像一个才15块，所以我觉得它超级适合，就是你不想花什么钱买杯子，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朋友来家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买大量然后不同颜色的杯子摆在一起，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还有蓝色啊、橘色啊、绿色、米白色等等。那我现在就是买来给客人来的时候可以喝水、喝饮料。好，再我们移动到卧室，卧室也有 IKEA 的战利品的踪迹。那我想要分享的百元好物是这个，上一次在衣柜收纳影片中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有时候我会把一些换季的衣服收到柜子上面去。那这时候如果你就是乱堆乱叠的话，你衣服很容易生灰尘，然后也会东倒西歪的嘛。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收纳盒。那这个系列我上官网看一下，它叫做 Stuk 这个系列，然后全部都是酷米啊。他又跟着我跑来房间了。这全部都是这种细的那种格子的纹路，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整齐划一、有一致性的感觉的话，你可以偷买这个系列的收纳盒，放在衣柜或者是放在你的柜子，我觉得看了就是很舒服、很疗愈这样子。那这个呢是我买的其中一款，它是一个这样子大的抽屉柜，因为它的大小刚好可以放在我衣柜的上方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。一个 M 字形的拉链，然后你拉开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换季衣服放在里面。它其实容量我觉得还蛮大的，但是因为我目前只收了一季，就是我把夏天衣服收进去，因为最近天气会慢慢回暖嘛，所以我就之后大概到4月左右，我就会才开始再把冬天衣服收进去这样子，因为毕竟衣柜空间不够大到可以所有衣服都摆放出来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小细节很贴心的地方是，第一个它有盖子，它是拉链，所以就不会有灰尘的问题。然后再来是它的侧面啊，它是做一个这样子，有个拉的手提把，所以你就是如果放在高的，像我刚刚放在柜子上，我就可以这样拉出来，其实是比较好拿取的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放侧面的话，也可以，它侧面就是也有做一个这样子提把。然后我买的这个系列，另外一个是这个抽屉。这个抽屉是我拿来放袜子跟内裤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放在我的衣柜抽屉柜里面。然后如果你有时候放一些小物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放一些袜子的啦，就可以把它这样卷一卷放在里头。那因为它是同系列，所以看了也还蛮舒服的。然后这系列其实也有出很多不同的尺寸，反正我一样放链接在下面资讯栏，你可以再自己去逛，因为它的尺寸上面都写的还蛮清楚，你可以看看你的衣柜啊，或者是你的柜子里面有没有需要类似这样子的大小的收纳格。好，那最后一样呢，我想应该还蛮多人家里都有的，就是这个棉絮粘把。这个东西真的是IKEA非常经典的商品之一吧，就是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像我最常就是拿来粘衣服跟粘棉被，然后衣服像比如说有时候抱狗狗啊，黑色衣服就很容易粘毛，我就会这样子把脏的撕下来。这样子滚一滚，有些棉的衣服就很容易粘，你就这样滚一滚，就很方便。然后这一个好像才19块吧，而且我看到最近有出一个新的灰色的，我觉得灰色的好美哦。然后你用完的话，你就可以买这个补充包，这个好像也60、70块吧，我觉得不贵，所以这算是一个日常好用。然后棉被，因为其实我觉得。不知道是我住的地方，还是就是大家家里都会这样，就是还蛮容易积灰尘的，或者是会有一些棉絮。然后现在很多人不是又会过敏嘛？我觉得如果你那种棉被定期的去这样子粘一粘，比较不会有一些小棉絮跑到你的鼻子里面，搞不好也会让你的过敏比较不会那么的严重。好，分享完10样百元好物之后呢，其实我有在IKEA买到一些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东西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枕头蕊芯，他们家的枕头蕊芯那时候我买了一颗是399的吧，反正就300多块的。我跟你说，它看起来很蓬，就是展示的很蓬，但是你实际躺回家之后，它就是那种，你头重量下去，它就会扁掉，就是它没有那种弹性吧。所以就是如果你很睡不习惯那种扁枕头，或是枕头没有弹性的话，千万不要买他们家的这颗399的这个枕头，我觉得躺了不是很舒服。然后我又不喜欢那种太硬的枕头，然后后来反正总之你妈就有帮我买了那种就是人家类似饭店的枕头，就是现在躺起来就很舒服。但是这个真的，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枕头的话，千万不要买。然后再来第二样，我觉得可以三思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被套系列。虽然我自己现在也是用他们家的这个被套系列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有买过像 H&M Home，
或者是其他一些被套。IKEA 的这个被套，我觉得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，其实它的那个材质没有到超级舒服。就是如果你皮肤真的很敏感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扎肤，但是不是不舒服，就是我怎么讲，那个触感就没有那么的柔软，就算下水之后也是一样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很在意那个纺织料，就是你的那种亲肤的那种棉被啊、枕头套的触感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要贪便宜买 IKEA 的，你可以买稍微好一点。像 H&M 的，我买过一个，我就觉得它虽然价格不会差到太多，但是它的舒服度就高很多，就是真的很舒服柔软，你也不会有那种摩擦的感觉。好，那除了今天分享的这几样东西之外，其实我在 IKEA 真的还买了不少的东西，但是反正我就是选出我觉得最经济实惠、最实用的前10名。那你们如果有在 IKEA 买到什么好物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或者雷物也可以，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意见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比较轻松的主题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别忘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一个喜欢，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